咁相信 Gimbal 咧，即係近年咧，即係 DJI 嘅發展啊，非常之好啦。咁大家知道，即係航拍機入邊咧，其中一個即係穩定技術咧，去穩定鏡頭咧，都係由 Gimbal 啦，即係穩定器嘅組成啦。咁所以咧，大疆咧，即係 DJI 喺呢幾年嚟咧，佢嘅即係 Gimbal 啊嘅即係產品線咧，即係基本上都係無敵噶啦，咁所以咧，好似咧上一代咧 RS3 啦、RS3 Pro 啦、RS3 Mini 啦，跟住去到4啦，跟住4 Pro 啦，跟住4 Mini 啦，咁其實一路咧佢嘅產品都非常之好啊，咁亦都受到好多專業人士嘅歡迎啦，甚至乎即係佢嘅 Pro 版已經係可以裝到喺電影機啦，亦都可以應付到好大量嘅拍攝啦，咁甚至乎佢再高階啲 R2 嘅版本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喺電影上面啦，一啲好高階嘅拍攝上面咧都會用得到嘅。咁去到而家即係2026年㗎，即係我哋而家面前呢支第5代啦，第5代嘅 RS5 究竟佢有啲咩新嘢擺咗落去，亦都改進咗啲乜嘢咧？咁條片咧同大家去睇下咧，呢支 RS5 咧有啲咩新嘅功能咧係值得咧即係去升級啦，又或者佢究竟同上代咧有啲咩分別啦？咁今代 RS5 咧就係用咗第5代嘅增強演算法啦，咁亦都係咧即係比上一代咧係增強咗嘅。咁但係咧，如果負重方面咧，大家要留意翻啦，都係同上代一樣係3kg嘅 payload嘅。咁呢樣嘢咧就同上代一樣嘅。電池同埋充電咧都有改進到嘅，咁電池咧就可以用到14個鐘頭啦，咁上一代咧就12個鐘嘅啫，咁而上一代咧充電咧都係慢啲嘅，2.5個鐘，咁今代咧增強到咧1個鐘頭嘅快充，就支援65火 USB-C 嘅快充充電嘅。咁 RS5 Pro 今次咧就加咗3個軸，都有一個微調嘅快速嘅旋鈕啦。咁俾你喺 tune balance 嘅時候咧，就可以負責微調啊。咁因為之前咧好多人都話咧，去 tune 嘅時候咧，成日都褪位咧，成日褪錯啊。即係褪一褪又褪過咗龍。咁咧有個微調咧，當然就會快好多啦，亦都可以再精準咁樣調節到個 balance 嘅。咁今次亦都咧喺個 Gimbal 畫面右邊咧加入咗個 set 軸嘅穩定指示器。咁當大家咧玩 Gimbal 時候咧，咁啊佢如果係綠色嘅話，就代表你嘅 set 軸咧好平穩。咁如果佢顯示紅色啦，上下跳動咧，就話你行得唔好。咁呢個咧幫助到大家咧做啲 shot 嘅時候更加平穩嘅。咁今代配件咧都有改進到嘅，就好似三腳仔咁啦，都係做咗個快開快收嘅設計啦，方便翻大家咧去開山嘅時候咧，唔使3隻腳去打開佢啦，亦都係1隻腳就可以打開晒嘅。咁另外喺提壺模式之下咧，即係個提壺嘅功能咧都有改進到啊！點解咧？就係因為今代咧就新增咗個手柄啦，咁啊提壺手柄咧可以有電子接點啊，變咗大家裝個提壺嘅時候咧就唔使好似上一代咁啦，裝完之後淨係一個手把嚟啫。今代咧係有埋個掣啊，咁有個十字掣啦，亦都有個 roll 掣啦，有 USB-C 口啦，亦都有個 M 掣嘅，咁變咗大家咧可以直接喺個提壺度咧操控到個支 Gimbal 啦。咁佢同4代嚟講咧，其實都好多嘅分別啦，咁有好多即係改進咗嘅地方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一定要講下，就係咧佢今代新增咗個 RS 增強嘅追蹤模塊。咁當然啦，即係佢同 RS4 啦，當然係好多新嘅功能啦，亦都好多改進啦。咁其實有一樣嘢咧，亦都要一定要同大家講下，就係今代咧佢新增咗一個咧外加可以加翻落去嘅一個智能增強追蹤模塊。咁只要加咗落去之後咧，就可以做到好多新嘅 tracking。咁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嘅話，RS4 Mini 咧其實都有一粒咧即係追蹤模塊。咁但係嗰陣時嗰一粒咧係只可以即係喺個Gimbal 上面咧做一個大約嘅 tracking 啦。咁啊跟個人，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可唔可以想再好啲啊？咁今代 RS5 咧咁啊改進咗好多啦，咁就可以追人啦、寵物啦、物件啦、車啦。咁只要咧即係你可以咧用到個模塊之後咧，咁就可以喺 Gimbal 度咧直接咧就追蹤到咧你想要嘅追蹤嘅嘢。
咁大家都知啦，航拍嚟講咧，即係其實 DJI 最一樣嘢最犀利咧就係追蹤啊嘛。咁大家如果有飛過嘅鐘嘅話咧，亦都係咧見到一框咧就可以框住個物件咧，亦都咬得好實咧去追蹤嗰樣嘢。咁而咧呢一個追蹤模塊亦都可以利用到咧 DJI 呢個優勢嘅。咁呢個加咗追蹤模塊之後咧，其實都幾好用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自拍，咁你當然可以自拍。咁但係咧，其實咧最緊要一樣嘢就唔係自拍嘅。咁最緊要就係咩咧？佢可以 check 到人啦、動物啦、即係寵物啦、車啦，或者任何嘅物件咧，你喺個 mon 度咧，只會好似平時咧，你喺譬如 Pocket 3啊，譬如航拍咁咧，你只要括咗嗰個物件咧，佢就會自動追蹤嗰樣嘢。亦都係咧，當佢掉失之後，翻上嚟咧，佢再認翻同一樣嘢。咁呢樣嘢都係幾智能嘅。咁其實總括嚟講咧，即係如果呢支 Gimbal 適合啲咩人咧？即係如果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好發燒友，好想極致嘅畫質，用部電影機又好，用部好靚嘅相機又好，拍啲好靚嘅畫面，譬如拍啲風景啊，拍啲video shot 啊，係 for 你係一個即係好有興趣喺 video 嘅質素上面嘅話咧，呢支台都啱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做嘢係點樣咧？咁做嘢我覺得啦，如果你做 wedding 啦，即係婚禮拍攝啦，又或者你啲活動拍攝啦，一啲小型嘅需要拍攝咧，我覺得咧 RX5 咧亦都係啱你嘅。咁其實大家雖然咧即係會問，喂咁佢個 Pro 係點樣啊？咁佢又未出 Pro 嘅。咁但係如果以而家 RX5 嘅嚟講咧，其實已經替代到好大部分咧 RX4 Pro 嘅工作，尤其是我公司啦，即係用 RX4 Pro 多啦。咁其實因為點解會用 Pro 咧？大家都知個負重量高啲啦，可以加配件多啲啊。咁但係因為佢今代新嘅算法啦，即係 RX5 新嘅算法啦，跟住又加咗好多唔同嘅功能上去啦，其實個實用性係大增咗好多。咁所以咧，其實喺於我哋公司嚟講咧，即係一個如果係大多數嘅拍攝咧，其實 RX5 咧就會啱啲。咁如果大家係做緊呢啲 freelance 啊、攝影師啊、個人攝影師拍嘢啊，咁我覺得 RX5 係好啱你哋嘅。咁如果對於中大型拍攝咁樣點睇咧？咁啊會唔會等 Pro 啊，或者佢會 Pro？我就真係唔知。但係咧，即係 RX5 嚟講咧，而家如果佢嘅 spec 啦、佢嘅負重啦，所有嘢啱你嘅話，亦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知 RX4 Pro，你覺得想用下先，咁當然冇問題啦。呢個係好自由嘅嘢嚟噶嘛。咁啊，如果你個 RX5 係本身係夠你用咧，咁我覺得咧喺佢嘅價錢上面啦，對於我哋，如果你真係做中大型拍攝嘅話咧，咁我覺得嗰個價錢你買多支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啦，RX5 本身佢設計咧最啱咧，都係咧即係個中小型拍攝啦、個人攝影師啦、wedding 啦，即係呢啲咧呢類型咧會比較適合啲嘅。咁希望今日條片咧俾大家了解到多啲咧 RX5 嘅一啲嘅資訊啦。咁亦都大家中意條片啦，like 所有 channel 啦，有咩意見下面留言俾我啦，一齊傾下啦。咁啊，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問下。咁對於支 Gimbal啦，對於拍攝啦，對於 YouTube 都可以下面一齊傾下。咁我哋下一次就揾多新嘅產品咧，同大家試下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